请好。老牛哟，姐啊，你找我？检察院刚刚送来的书面通知，郑铎的父亲提出，被告人从小有精神疾病，要求做司法鉴定。有精神疾病，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做无罪辩护了。这么镇定、这么冷静的一个人，他要有什么精神病的话，那等于拿了一张免罪的杀人执照。照道理来说，医生他是可以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描述还有推断，供给法官作为参考，但是没有办法替代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裁判的最后结论。马德松啊，可以做功课。老牛，根据现有的起诉材料，咱们调整新的思路。你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审判长，辩护人申请出示一份精神鉴定意见书，以证明被告人郑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他在造成王卫平胸口最后一刀致命伤时正好犯病，依法被告人应当免除刑事责任。审判长，公诉方此前一直不知道郑铎有精神病史，郑铎的养父提出了此项申请，所以公诉方按照所有的规定，依法监督了精神司法鉴定的全过程。审判长，辩护人还想请求传唤董兴，他是蕲州精神司法鉴定中心的办公室主任，也是这次鉴定意见书的主要负责人，他可以证明这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可信性。同意。审判长，这份报告你们也看过了。我的当事人郑铎从小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3岁那年，他的父母因为一次误食农药而去世。更不幸的是，年幼的他被狠心的叔叔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辗转又将他卖给一个官夫，这官夫就是他现在的养父。辩护人啊，注意简明扼要。好的，审判长。请问鉴定人，这样的经历会不会对我的当事人日后的人格成长形成影响？我只能说有可能。后来，他的养父对他常年毒打，从3岁一直打到了18岁，这样的经历会对他造成影响吗？这要看个体，因为每个个体是有差异的。我只能说，被告人童年的经历对他的心理和他的人格的形成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好，说得好。我的当事人在长期的虐待当中患上了精神病，但不是永久性的，只是间歇性的。只要受到一定的外部刺激就会并发，在并发时完全失去自我意识，成为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是吗？是的。根据我们对郑铎的童年和青春期他的经历进行分析他有可能患上精神病。是确定患上，还是可能会患上精神病？我刚才说的是诱因。前几天，我们对被告人进行了全面的精神病学的鉴定，通过采取各种的测量工具得成的数据来看，专家组一直认为，他的确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就可以触发被告人的间歇性精神病？我们根据对被告人的童年经历进行分析，被告人在童年的时候，他的养父经常当着他的面杀死一些小动物，以此来恐吓他，并且用小动物的血抹在他的脸上，涂在他的身上。久而久之，他会对血产生恐惧，这种恐惧就是一种外在的刺激，作为触发条件，诱使被告人发病。一旦发作，他会对任何流着血、沾着血的东西进行攻击，以此来平复他的恐惧感。好，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渔船案最后一刻的案发经过。
王贵平受伤后躺在了甲板上，血从他的身体下慢慢的渗出。就在这一刻，我的当事人看到了地上的血，在那一瞬间，他受到了刺激。最终，他的间歇性精神病被诱发，失去了自制力，一刀捅向王贵平，是不是？根据鉴定，可以这样认定。合议庭，我的当事人郑铎确系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且他在杀死王贵平时正处于犯病状态。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公诉人需要提问。公诉人开始。既然看到血就要杀人，那么在本案中，当王贵平杀死胡白、杀死何守义时，被告人也见到了大量的血，那个时候他没有发作，而当被害人王贵平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却发作了，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它不是固定的，它具有随机性的。也就是说，当被告人郑铎捅王贵平最后一下时，他的病有可能被触发，也有可能没有被触发，是不是？是不是？专家组鉴定，他的确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请听清楚公诉人的提问。我是问，当被告人郑铎杀人时，他到底有没有发病？通过催眠模拟的手段还原案发的现场的场景，我认为就是发病状态。只是你认为？难道这只是你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你的鉴定结论？这就是我的鉴定结论。好，在鉴定组专家内是否存在反对意见？有。审判长，这份精神鉴定报告只能够确切地证实被告人郑铎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但在案发时是否处于发病状态的证明力尚存有疑点，所以公诉人有理由提出对被告人郑铎进行2次精神鉴定的申请。什么意思呀？公诉人提出要2次鉴定。哎，陈叔啊，你到底是搞得定还是搞不定啊？啊？你给我听着，别坏了我的大事儿啊！按照刑法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司法解释，如果可以证明他在作案的时候发病了，的确就可以免除他的刑事责任，对吧？关键还在于认定。虽然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以及专家证人出庭支持，但合议庭还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采信的权利呢，在法院。哎，你们注意到没有？公诉人最后的疑问很有力量。不对，这个鉴定书有问题。他的意见栏里面写到的自制力无，是指被告人在面对血迹时引发的这个状态，但是并没有鉴定出被告人在案发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削弱到什么程度。所以以这个结果来判断，被告人在案发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完全丧失，太片面了。齐渊，你有听？刚才来的路上有人给我塞了一封信，让我交给你。交给我。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出于职业道德和医师精神，我必须站出来举报，此次精神鉴定小组存在违规现象，请求法院不予采信，进行再次鉴定。
因我始终不能忘记希波克拉底宣言：我应尽我所能，为病人谋利益，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劣行。我的双手应该用来救人，以彰显神赐之医术的无上光荣。我为一切用医生之双手犯下罪恶的同行深切忏悔。董医生，该下班了。加号的都进来吧，能看一个是一个。好，好，好。郑铎，精神鉴定的方法复杂多样，而且是根据不同的个体针对性的进行。刚刚2位专家给你做了国际通用的量表测试和面谈。你小时候受过虐待的遭遇，的确是令人很心痛。这些过往的经历给你的心理造成了很多的阴影。我个人还想对你进行一次催眠的治疗帮助，以便更好地获得你当时的心理发展状况。你只要完全放松，配合我就行。当然了，我们本着的是自愿的原则。自愿？那我可不可以不做呀？你是不敢吗？我有什么不敢的？那我们开始吧。老师，你是不是要整一个怀表，然后在我面前晃呀晃呀晃啊？那玩意儿对我没用。根据这份鉴定书，你们鉴定小组是不是可以做出结论？郑铎并没有患间歇性精神病。是的。请简单的陈述一下你的理由。专家组采用了国际通行的精神鉴定方法，可以确定，被告人在小的时候的确遭受过养父的虐待。我们还了解到，在他15岁以后，就有了明显的反抗意识和心理阻抗模式，甚至曾经为此和养父大打出手。这足以证明，他对养父的这种行为有着清晰的是非观和憎恶感。通过对测量结果的分析，专家组给出的结论是，他的精神结构并未偏离常态。另外，被告人无法提供既往的发病证明，对以往发病的情形无任何清晰具体的佐证。当本案的被告人郑铎看到本案的被害人王桂平突然流血的时候，是否会突然之间的发病，并且无意识的将其杀死？就专家组的结论来看，只能是否。本庭清楚了。现在听取公诉方的意见。被告人杀死被害人是主观的、有意识的、故意而为之的，还是非主观的、无意识的、非故意而为之的？请明确回答。专家组的结论是，他杀人的行为是主观的、有意识的、故意而为之的。审判长，公主人提问完毕。辩护人需要询问吗？不需要，审判长。但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第一份鉴定意见书依程序进行，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请法庭考虑。2份报告的结果不一样，应该采信哪一份呢？去？这就要看合议庭怎么议了啊。祈愿的意思是说，案件审理的结论应该由合议庭作出，其他任何人无权干涉。虽然原则上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干涉的人多了去了。哎，那些人啊，都是不合理合法的，合议庭是合理合法的，所以啊，要尽职尽责。没错。那合议庭的同志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正式的评议，并作出最后的结论。合议庭经过充分讨论，综合本案事实及证言、证物、证据所形成的完整证据链，一致认定被告人郑铎间歇性精神病与案发时的情况不相符合，裁定被告人郑铎
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结论，不予采信。本案事实审理和质证过程全部结束，将择日进行宣判。爷爷，人都起来是吧？队长，队长，大家好，有日子没见。审委会25个人，招了17人，2/3以上，可以开始。哪位同志先说？我先来吧。好，肯定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的分析判断，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说之前呢，我还是想先听听，恐怕大家也都想先听听分管刑审的齐副院长对这事的指导意见。确切说吧，就是对3位被告如何定罪量刑。现在争议最大的就是在郑铎的定罪量刑上，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其实呢，我还是那个意见。这个郑铎啊，一开始他就想抢那袋钱，他为了让别人啊不知道这袋钱的来路，所以呢，将王贵平杀人灭口，犯了这个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情节呢比较严重，最高可以判到死刑。如果这样的话，那还真有点对不起。我们跟你的看法有一些冲突。有冲突好啊，真理越辩越清，啊！不过，周厅长，你刚才说的我们，是说的我们审委会大多数吗？啊，口误口误。我的意思是我自己。要不，我先来谈谈。好。我认为曲院长说的抢劫罪，证据是不充分的。首先呢，这些都是合议庭的一个推测。注意，这仅仅是一个推测，我们并没有实质的证据来证明郑铎想侵吞那袋赃款。根据卷宗，他是在制服王贵平之后才发现的那袋赃款，这其中我并没有发现什么预谋抢劫的犯罪事实。我同意董厅长的意见，我判定抢劫罪不成立。他捅王贵平的最后一刀，鉴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按照故意伤害罪中的防卫过当原则，我认为对他酌情予以减刑是符合法律精神的。我不同意。老牛，审委会尊重每一位同志独立选择。刚才呢，董厅长从细节上谈了一些对此案的看法，我想再从宏观上聊一聊我的想法。咱们国家的司法实践呢，是一个逐渐完善和进步的过程。最高法这些年一直都在强调慎用死刑，这个慎，就是要我们谨慎，能给人真正悔过自新的机会，那才是善良的法治。这个卓厅长的意见呢，我想啊，我赞同一部分。慎用这个死刑啊，这个慎，除了谨慎，还有审慎，是我们对死刑、对法律的一种敬畏的精神。除了敬呢，我觉得还有畏。在这个王贵平受了伤的情况下，郑铎呢，就轻而易举地剥夺了他人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谨慎的不判他死刑，那杀一个人的代价就太轻了。那么我想问一下，那咱们法律的威慑力何在？说得好啊！老胡，你说说。刚才前面几位同志争议也很激烈，我想让大家看看网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这几天我搜了一下，是的，找到了。刘婷，你先看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到昨天晚上为止，光留言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万。这个发帖子的人认为啊，这个郑铎
他就是个英雄。要不是他，废手渔船，他永远不可能安全的回来。那么渔船上的另外2个人呢，也不可能幸存，甚至银行的结案也将石沉大海啊！洛天啊，你的意思，郑铎还成了英雄？那是不是我们还应该送他一面锦旗啊？啊？哎呀，牛婷啊，这个嘛，也不可否认，他毕竟是救了2个人嘛。哦，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抢劫犯要是杀了一个毒贩，并且抢走了毒贩的钱，那反而是为民除害了啊！老牛，你这是抬杠啊！这分明是2码事嘛！这怎么2码事呢？我觉得这个郑铎啊，和他们说的这个英雄啊，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说法，我觉得有些偏差。确，王贵平的死，霍廷的意见也是一种参考。我看要不这样，既然大家的意见总是不能统一，还是走程序。同意表决。同意。圆圆，你的意思呢？那好，那就表决，同意郑铎防卫过当，予以从轻判处，判处有期徒刑6年。请表决。审委会一共到会17名委员，9票已经过半了，通过。徐仲裁。好，咱们先吃午饭，午饭后接着讨论。罗总，你看，广场门口的视频也传到网上了。这静坐抗议的人比我们预想的要多。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个要求，就严惩凶手。您呢？我没有什么想说的，我只想让凶手伏法。有很多网络红人大 V 都参与了进来，这是一呼百应啊。于主任说，其实我们可以组织更多的人。1天也就100块钱，不过就是坐在那哭一哭，很轻松的。人多人少不重要，关键是能让吴书记看见就可以了。李秘书，这都是家属吗？是，有的是死者家属，要求尽快严惩凶手；有的是幸存者的家属，坚信自己的亲人都是无辜的，要求法院赶快放人。闹。家属们也就是说，法院一直不给意见，所以才让市委领导替他们定夺。如果再不给个说法的话，他们就准备一起到北京。胡闹！哎，赵林书记，是我。什么？把上访书都递到省委去了？中院不可能懒政惰政。不会包庇罪犯。好，是的，请赵林书记放心。啊，好。杨国良同志吗？虽然说这个王贵平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郑铎他明明是在处心积虑的抢劫杀人，才判个6年。我看照这么下去，用不了2、3年他就可以检验出来了，真是气死我一个脑细胞。不，要是照这样发展的话，
再过1、2年你就被气死了。我现在就要被气死了。喂，杨院。好。好。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如果我们不严惩凶手，老百姓还会继续上来，这样对齐州的平稳发展会不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中央、省委乃至全国会不会对齐州的法治建设留下负面印象？投资者对齐州的投资环境会不会丧失信心？总之，这一切后果我们都要考虑，不能让老百姓对政府丧失信心。领导还询问情况，对郑铎的量刑感觉到诧异，问在法理上能不能站住脚？家属的视频都上了头条了，这网上议论暴增啊！从昨天开始，竟然还有一个网上发起的在线静坐活动。静坐活动，我看看，他们是要干什么呀？这是用来声援郑铎的。一个重大案件往往要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啊，所以啊，这就要求我们法官的脑瓜一定要保持清醒。我就奇了怪了，你们说啊，今年光渔船案发生的就有300多起，所有死亡人数加起来比我们这个单个案件多了，造成的损失也比我们这个案件大多了。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现说老百姓对这种渔船案件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就单单对我们这起那么较劲儿呢？这就叫人言可畏。有些人并不真正的关心一些真相，一个突发事件所激发的想象，如果能够震撼的那些人啊，多愁善感的那颗心，那么哪怕其他的事件它的后果要比这个事件严重的多得多，但他们依然会天天念叨这个事件，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恼。刘婷，时间到了，该开会了。哦，好，我马上过来。秦文静在杀死王贵平上属于共同犯罪，按情节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的帮助犯罪。齐文静想推刘凯下船，见其没有落海。老婆，你知道我是爱你，老婆。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害死刘凯，就算其中有可以终止犯罪的机会，都全然不顾，痛下杀手。这属于含有主观恶意的故意杀人罪，依法予以严判。我认为判处他死刑是合情合理的，同时也给被害人家属一个可够的起到交代。听听，上午还在说慎用死刑，尊重生命，下午说变就变了，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嘛，是吧？谁双重标准？怎么就不是双重标准呢？我这是就事论事。哎，张远，老宁，大家争论的很激烈啊。杨远，我说一下齐文静的情况。这个齐文静呢，杀死这个刘凯啊，他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刘凯啊，长期的对齐文静，肉体和精神上进行暴力，这一点呢是有证可查的。可是大家想一想，人活着是要有希望的。如果要是前面是看不到头的恐惧，人活着是没有勇气的。在这个时候呢，
齐文静在船上好像看到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啊，可以让他摆脱痛苦，摆脱恐惧。于是他就选择了，但是他错了，他选择了一个毁掉他一生的一个选择，他杀了刘凯。我想问一问，他的这种情况，不符合法律当中所规定的减轻的这个标准吗？难道非得让一个孩子，一个7岁的孩子背负一生没有父母的痛苦吗？鹿港18号非法载客。一行8人，4人失踪，1人死亡。大家看这边，来，1、2、3。哎，姐，跟你说一声，我上船了啊。哎，因为我海上没信号，我先关机啊。你放心吧，我一定多拍照片啊。哎，再见。哎，那位哥哥，你怎么那么害羞啊？哎，我发现你好像像一个人。你要吓死我呀！我就看看你拍的怎么样，我偶尔也玩玩摄影。潘老大刚才说了，一只船上只能有6个乘客。你什么时候上来的？我也刚上船。兄弟郑铎，相逢是缘，以后也是朋友了啊，多多关照。非得着急忙慌的，这么黑漆漆的要上岛。说岛上的菩萨特别灵，未来一定生儿子，咱们就忍忍吧。行，忍一忍。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报告审判长，庭审准备就绪，可以开庭。好，请大家就坐。现在开庭。带被告人郑铎上庭。被告人郑铎，你再详细的复述一下，鹿港18号
离港以后发生了什么？你们为什么没有到达登仙岛？那天啊，先是出了点意外。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没有。看到5号，我是鹿港18号啊，收到，请回答。前方情况怎么样？登山岛5号。没事没事，这就是信号不太好。你床喝多少碗酒啊？晃这么厉害，能出海吗？登山岛5号，收到，请回答。你踏实坐着吧啊！我告诉你，我航海几10年了，这点风算什么？我保证把你们都送到登山岛去啊！登山岛，登山岛，不是神仙到不了。啥？登山岛5号？你说什么？啊？什么没有神仙上不了？没事，你踏实坐着，没事没事，坐着，没事是吧？啊，风要再大了，等会儿回去啊。坐着啊。所以你们的卫星电话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坏了。我们一开始以为真的信号不好，后来才知道是坏了。被告人继续。不用你，我来，手放开。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登仙岛5号，登仙岛5号，登仙岛5号，收到这个，收到，请回答。前方情况怎么样？明白明白，返航返航。哎呀，怎么走不了啊？你放心，我跑船几10年了啊，保证把大伙送到地方。都进去吧，一大的活动，活动愉快。进去快！退什么退呀？啊！我保证你通道不就完了吗？你确定能到登仙岛吗？没问题。哎呀，快进去！你大了，活动，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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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这他妈风浪这么大，这客船靠不靠谱啊？兄弟，你不是专业潜水的吗？也怕这风浪？哥们儿，我是潜水的，我又不是鱼。别害怕，没事的，有我呢。没事吧？没事吧？他额头流血了，这样不行，得赶快止血。我船长那手里有医药箱。别去了，外面风浪那么大，太危险。你就忍着吧。我去。哎，站长。
收到，请回答。把卫星电话给我。什么？卫星电话给我！风浪这么大，去不了了，马上返航。你说什么呢你？啊？海山村块你了解吗？我跟你说，趟过这个风暴圈就风平浪静了。再说了，回去我这船票谁管呀？我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信不信我弄死你？你小子还敢威胁我？我告诉你，这船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要放我把你们还是危险？他妈试试！我看你还。啥？船长死了？哎呀！妈的，破玩意儿还他妈坏！小子，你还上过海事学校，会不会开船？我是上过海事学校，我不会开船。你不会开船呀？那船长都已经死了，我不动。我还没弄死，我还没生儿子呢。老婆，对不起啊。船长死了，你们都知道。救生衣，小子，我问你，这船上有救生衣吗？这种船上肯定有救生衣啊。在哪儿？那儿呢。你，啊，找出来。好。就一件儿，拿过来。这救生衣是我的。求人拿着救生衣出去之后呢，我们跟着跑了出去，就看到。你别过来啊！我们很高兴的。救生衣给我，就一个，我给你。别打了！怎么办？去啊！我死我天啊！被告人齐文静，救生衣后来被谁拿走了？胡白。后来呢？后来，王贵就冲了进去。我说这位朋友，别躲呀！你能躲哪儿去？别躲了。这点地方你也躲不住啊！来，出来，聊聊咱们啊！别紧张，来，聊，来，出来！你说你跑什么呀？啊，我的救生衣啊，你把它抢跑了啊！我不要死不了！这船现在不是还没沉呢吗？你穿它干什么？啊？
啊！干啊！反正我已经杀2个人了，再杀1个也不多。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现在他们这船上我是老大，你他妈不听我的，这就是下场。王贵让我们把血迹擦干净。他跟我们说，听他的话，他就不杀我们，能够顺利的到岸，他就一跑了之。他还跟我们说，不听话，现在就杀了我们。我们因为特别害怕，所以把他的尸体、刀，还有行李什么的，都丢到了海里去了。王贵是被你们杀死的，那你的丈夫刘凯又是怎么死的？他活该。他疯了，我们好像完全失去了航向，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天，也没有人来救我们。怎么了？我老公不见了。老公，你干什么呢？我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岛。他说他看见岛了。什么岛？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呢，看到了吗？那哪有什么岛？老婆，我们得救了！我穿着救生衣，我可以游过去的。我到那个岛上叫人来救我们。你放心，我会回来救你们的。你快下来吧，那没有什么岛，你会死的，你快下来。有的，就在那儿，你看不见吗？你们瞎了吗？不是，那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你快下来吧。最后一下水都喝完了。我们在海上已经喝了4天，那明明就有一个岛，你们说没有？你们是瞎了吗？你们肯定都瞎了！你帮我救他下来。刘凯，那什么都没有，那根本就没有岛。你快下来吧，太危险了！你
你们都疯了！哎，你干嘛呀？你干嘛？哎，不去了。事实陈述就到这里，下面是举证质证，由公诉人开始。好的，审判长，请合议庭先翻到证据项第1页，这是一份证言。作证者呢是案发当天与鹿港18号在海上相遇的登仙岛5号的船长莫海生。由于他本人无法到庭，所以公诉人将这一份笔录呈上。可以证明，案发当天，鹿港18号的确与登仙岛5号在海上相遇。船长莫海生曾劝鹿港18号返航。何守义对自己多年航海经验的自信，最终他决定冒险前往，最终才导致了杀人事件的发生。第2份证据是根据海事卫星的定位数据绘制的航海路线图。通过这张航海路线图可以看到，鹿港18号在驶离了码头之后，的确是朝着登仙岛的方向驶去。那在航程一半的时候，碰到了登仙岛5号船，不过仅仅过了10分钟，鹿港18号的信号就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海事警察隔了半个月才找到他们的原因。为什么鹿港18号的信号会突然消失？公安机关检查了鹿港18号上的卫星信号发射器，发现是线路进水导致的短路，应该是机械故障。那有没有可能是人为关闭的？这不大可能。首先，卫星信号发射器的开关被调在开那一档，也就是说，当发生故障的时候，它应该是开着的，而没有被关闭过。其次，在设备上只能够提取到船长何守义的指纹，而提取不到任何其他人的指纹，所以呢，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第三，在设备的插座以及电线附近都发现了进水烧灼的痕迹，而且包裹电线的橡胶皮本来就有一点老化，所以大致认定是漏雨进水导致的短路，最终确定是机械故障，而不是人为的关闭。请合议庭翻到卷宗证据项第10页。下面是一组案发现场血迹的照片证据。通过发光胺的呈现，在船舱内的地板上发现了被害人胡白的大量的血迹，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胡白是在这里遇害的情形相一致。其次，在船头的栏杆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被证明是船长何守义的。那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何守义是在这里被捅杀的情形相一致。另外，在船头的甲板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虽然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滩血迹是谁的，但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他们是在这里联合杀死王贵的情形相一致。为什么不能确定血迹是谁的呢？是这样的，其余6个人的血样都很容易采集，而且也匹配成功了，唯有王贵，在公安机关的信息数据库里查找不到关于此人的任何的身份信息，所以没办法进行血样的比对，只能够排除是其余6个人的血迹。但是，据3名被告人供述，在他们最初登船时，在船头甲板上没有看见过血迹。那为什么没有王贵的信息呢？公诉方怀疑此人使用的是假名，但是现在人死了，尸体也消失了，所以没办法进行考证。在血迹报告的后面是法医的鉴定意见书。首先是在发现了鹿港18号附近海域的某个荒岛上找到了刘凯的尸体，经鉴定身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伤口，所以可以确认为溺水身亡。其次就是船上各处血迹的分析报告，那通过失血量来判断，胡白和王贵可以被认定为死亡。用于杀死王贵的那把弹簧刀上的血迹分析报告，为什么没有？那把弹簧刀丢失了。据被告人郑铎供述，当海事警察发现他们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
急于脱险，所以在登上海警船时，不小心那把弹簧刀就掉到了海里。那虽然后来警方也搜索了附近的海域，但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审判长、审判员，3名被告人邓铎、齐文静、林宇的犯罪事实已经在起诉书中明确的认定，而且也为今天法庭的调查所证实。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亦供认不讳，他们承认是出于恐惧而联合杀死了被害人王贵，所以根据相关的法律，应当判处3名被告人故意杀人罪。在审查此案中，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能够如实的交代，而且均有悔罪的表现，所以请合议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考虑到3名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当时当地的客观环境，依法给予公正的判决。辩护人有什么辩护意见吗？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事实和法律，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观点。关于事实的认定，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我的当事人郑铎只是让齐文静扎伤王贵，而并不是杀死王贵。没想到齐文静失手杀死了王贵，所以郑铎不应该对王贵的死亡负有责任。关于适用法律，被害人王贵之前已经杀死了船长和另外2名乘客，他也有很强的动机杀死剩余的2名乘客灭口。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当事人郑铎想要制服王贵，属于典型的正当防卫，不应属于故意杀人范畴。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所提出的罪名不适用于我的当事人郑铎，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事实情况，依法免除我当事人郑铎的刑事责任。老总，他说他的事儿还指望着您帮衬着，说要不然的话，他怕自己在警察那边管不住自己的嘴。就这些吗？他要求我一定把这段话完整的带给您。下回啊，你去看守所见你的当事人的时候，你也转告他，让他戒牢。没有人能够要挟我。他还说啊，他对罗总绝对有用，不光是10年来如此，而且会将是永远。啊，赶紧坐。今天这个合议庭到底是什么看法啊？你们？虽然有些地方呢还不完善，你比方说那个杀人用的弹簧刀始终没有找到，其他方面也听不出什么毛病。我反而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什么问题？其实可以支撑此案的仅仅是3名被告人的供词，那些所谓其他的物证也只是血迹。可是这些血迹仅仅可以证明这些人是在这些地方被杀死的，能够证明是谁杀死的吗？甚至说还有王贵手里那把短刀，有没有可能王贵手里根本就没有短刀？反正他已经失踪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推到他脑袋上。还有，我们在船上根本就没有发现刘凯的血迹，难道这就一定证明说他是自己跳海的？有没有可能他是被别人扔到海里去的？这也只是我的一种推断可能性而已。万事皆有可能，但这仅仅也只是可能。
嗯，话里有话啊，怎么讲？证据。关键是证据。事实需要证据来印证。杀人呢，一定是有动机的。经过调查，这3个人的供词已经得到了相互的印证，而你刚才的这些推测，请问证据在哪里？动机又是什么？暂时还不知道。我看大家说的都很好。这个案件呢，基本上事实呢已经很清楚了。3名被告呢都已经认罪，而且他们的口供是高度一致的。公诉机关提起的诉讼呢也是合情合理。但是你但是什么？不是，我听过一句至理名言，就是但是之前的都是废话，但是之后才更加重要。得，还一套一套的。闭嘴。七儿，哎，你刚才的但是是？我刚才的但是啊，咱们说好了，我刚才的但是，前面那些话，啊，可都不是废话。这个但是呢，我有一些疑问。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卫星电话。我想问一问大家啊，这个何守义在船上他是怎么死的？他是在甲板上打电话，然后被王贵刺中胸口，推下去的。妈，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啊？信不信我弄死你？你小子还敢威胁我？我告诉你，这船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把你扔海里喂鱼去。你他妈试试！啊！我操你还！是何守义，当时手里拿着电话，那他掉到海里的时候，电话跟那人一起掉海里了？不对，供述里是说，王贵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是拿着海事卫星电话的，而且反复确认电话确实是坏的。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们说就在这一瞬间，他是怎么把电话夺过来的？当时天那么黑，船又在摇，郑铎没有看清楚，也完全有可能啊。或者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王贵在把何守义推下海之前，先把电话从他手里夺过来了。这个细节有时候啊，记混淆啊，记得不对，甚至是忘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要把这些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差，甚至3个人的口供都是高度一致，说明什么？这3个人的供词严丝合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3个人的证词严丝合缝，高度一致？串供。当然，也不能说他们的口供啊是一致的，我们就说是串供；口供不一致，我们就说人撒谎。我还是那句话，案子到我们法院，如果我们在这个案子有漏洞的情况下，把这个案子给判了，那就是我们法官的责任。你们别忘了，我们法院是守住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然啊，我们坐在法官的这个审判席啊，就要尊重一切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善于啊找出这些小问题。